事态的发展对中国来说有一点比较不利，那就是美国总统和国务卿这些人呢，已经明确说明乌克兰不是北约的成员国，北约的集体防御机制不适用于乌克兰，美军不会为了乌克兰与俄罗斯交战，这实际上是向战略清洗迈进的一步。各位网友大家好，欢迎来到包明说。今天的话题是要同时与中俄对抗吗？那就把难题留给美国。最近一个时期美国同时在乌克兰问题上挑衅俄罗斯，在台湾问题上挑衅中国，将乌克兰作为俄罗斯与北约国家之间的战略缓冲地带，这是俄罗斯的战略安全的需要，防止乌克兰加入北约是俄罗斯的底线。但是在美国的推动下，北约与乌克兰已经勾勾搭搭好几年了，屡屡冲撞俄罗斯的耐心。因此俄罗斯在乌克兰边境部署重兵，做出进攻乌克兰的威慑姿态，引起美国和北约的强烈反应。台湾呢，是中国的内部问题，两岸统一是我们的核心利益，防止台湾独立是我们的底线。但是在美国和日本的支持下，台独势力逐步胆大，也屡屡试探我们的红线，因此呢，解放军全力进行武统的准备，这也引起了美国和日本的强烈反应。美国势头同时与中俄两个大国对抗，显然是力不从心的。美国商业内幕网站12月17号发表了美国国防大学国家战略研究所研究员杰弗里·曼考夫的文章，指出美国在乌克兰和台湾问题上面临着艰难的选择。作者在这篇文章中所说的艰难的选择，是指美国需要决定是否要摒弃对乌克兰和台湾问题的模糊化承诺，用更明确的武力介入保证来威慑俄罗斯和中国，不要采取军事行动。而这一切的背景，则是美国保卫乌克兰或者是台湾的法律基础。对台湾，美国总统吉米·卡特在1979年4月10号签署生效的《与台湾关系法》，要求白宫和国会在台湾安全受到威胁的时候，要采取适当行动来保证台湾的安全。但是什么是适当的行动呢？则是由美国说了算，这就是模糊点。尽管最近2年美国政府和军方不停地宣称要保卫台湾，防止解放军进攻，但是到目前为止美国官方也从未承诺过要武力介入台海冲突，让美军或解放军直接开战。美国官方给出的方案就是卖武器，并且派少量的美军赴台湾训练台军，以及隐藏在暗处的情报分享，来增强台湾的自卫能力。对乌克兰呢，就在1个多月之前的11月10号，美国和乌克兰签署了美国乌克兰战略合作伙伴宪章。这个宪章承诺华盛顿将维持制裁并采取其他相关措施，直到俄罗斯恢复乌克兰的领土完整。同样，什么是其他相关措施，也是由美国说了算，这也是一个模糊点。除了卖武器以外，美国也派遣了少量的美军赴乌克兰培训乌克兰的军队，增强乌克兰的自卫能力。最近几年呢，中国和俄罗斯的军事现代化建设取得了快速的进展，而美国自身不断的出现各种美国衰落的现象，使得莫斯科和北京是越来越无视华盛顿严重后果的警告。换句话说，模糊政策已经无法吓唬住中国和俄罗斯了。这篇文章认为在紧张局势加剧之际，美国继续坚持模糊政策，可能会增加各方对美国决心的战略误判。格鲁吉亚在2008年犯了这个错误当时的格鲁吉亚总统萨卡什维利将布什政府官员和国会议员的支持声明误解为华盛顿将在格鲁吉亚与俄罗斯发生冲突的时候会武力介入，帮助格鲁吉亚与俄罗斯交战。结果是什么呢？结果是格鲁吉亚被俄罗斯狠狠地教训。因此美国必须做出选择，是否放弃战略模糊，并决定是否愿意付出代价。但是这个作者也说了，美国面对的对手都有核武器和强大先进的常规军事力量。虽然美国军力总体占优势，但是中国和俄罗斯都在某些领域拥有不对称的优势，这是美国从未遇到过的情况。我们认为事态的发展对中国来说有一点比较不利，
那就是美国总统和国务卿这些人呢，已经明确地说明乌克兰不是北约的成员国，北约的集体防御机制不适用于乌克兰，美军不会为了乌克兰与俄罗斯交战，这实际上是向战略清洗迈进的一步。但美国从来没有在台湾问题上做出类似的表示，这有可能意味着美国将避免与俄罗斯发生直接的武装冲突，而把力量集中在亚太地区对付中国。对此我们不能有丝毫的幻想，我们做好军事斗争准备才是设置美国妄动的最好选择。好，这期话题说到这里。